先生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他才华横溢，在书法、绘画、雕塑、陶艺、扎染等诸多艺术门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杭州、北京和银川建立了3座艺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参观。今天我再次来到了隐藏在杭州玉泉植物园里的这座很有意境的艺术馆。艺术馆以灰墙青瓦为视觉基调，掩映在一片翠竹绿荫深处。进门的另一边，一座大型青铜佛手雕塑伫立在此。佛手的五官塑造上刻意拉长了双眼，加厚了唇部，让佛手面相更显庄严和慈悲，在光影婆娑之间显得安然自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和别致的设计，使观者的内心一下子沉静下来，仿佛步入了一个远离尘世的清净世界。许多专程来此拍摄的年轻人都在寻找这个网红打卡佛像。如果你还不知道韩美林是谁，不要紧，我一提到她的作品，你就明白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就是出自韩美林的设计。5个拟人化的娃娃分别以鱼、熊猫、奥运圣火、造羚羊、金燕为原型，蕴含着与海洋、森林、火、大地和天空的联系，通过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的中国国航、凤凰卫视、北京旅游标志、2轮生肖纪念邮票、港澳通行证及台湾通行证主题图案也都是出自韩美林的手笔。韩美林先生与杭州素有情缘，母亲是绍兴人，他的血脉中遗留着吴越文化的基因。尤其是他在生命危难的时刻，有一位杭州女子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地陪伴在他身边，用柔弱的身躯与他并肩扛起了他生命中沉重的十字架。这位美丽的杭州女子后来成了韩夫人。因此韩美林先生更深刻地感受到杭州这座江南古都温润深沉的气质，从此与杭州有了不解的缘分。2005年，韩美林将潜心创作的1000件艺术品捐赠给杭州市。为了收藏陈列韩美林先生的艺术作品，杭州市政府决定新建首座韩美林艺术馆。2005年的10月19日，杭州韩美林艺术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自此，韩美林艺术馆成为植物园腹地一颗闪耀的艺术明珠，为杭城的山水之美增添了无限的风雅之趣。2015年，韩美林向杭州市再次捐赠500件作品。2019年，韩美林艺术馆完成3期扩建工程。今天我们再次到访，恰巧是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建馆17周年。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共有3层7个展厅，内容包括了介绍、雕塑、绘画、紫砂、陶瓷、综合艺术等。展品2000余件，均为韩先生捐赠，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韩美林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多方面的艺术创意才华。1楼是主要的雕刻艺术厅，首先看到的是缩小版的佛手，中庭还有一座巨大的全身佛像。多年来，韩美林在采风途中看到许多地方因为历史原因，许多的佛像被破坏、被斩头。山西的13000座庙宇现在只剩下几十座，南京栖霞山上2000多尊佛像没有一尊是完整的，佛头全被砸碎了。龙门石窟里除了几尊大佛以外，多数都是有窟无佛。
从那时起，韩美龄便发愿要制作千尊佛头，以弥补历史的遗憾。他用花岗岩、青铜、不锈钢、阴沉木，甚至钧瓷等不同的材质，制作了慈眉善目的佛手和端庄肃穆的佛像。韩美龄曾说，做佛不仅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还可以使他自己安静下来，艺术手法也会更加纯熟。韩美龄的作品多以动物和人物为主，把写实、夸张、抽象、写意、工笔、印象等诸多手法和东西方艺术巧妙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独特风格。他消化吸收融合了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图案造型和表现的方法，展现出独具美感的装饰性。如果说动物雕塑的造型别具匠心，母与子系列的作品就更加超凡脱俗，运用夸张和强烈的对比手法，凸显出女性身材的特点，线条体态的优美，在与婴儿的互动中能够感受到母亲伟大的母爱。在水墨动画中，韩美龄喜欢用流畅的弧线和直线来概括形体结构的关键部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辅以墨色画出动物皮毛的质感。他笔下的动物画造型奇特，神态逼真，憨态可掬，表现出了天真烂漫的童真和独具现代审美的艺术特色。韩美龄的艺术融于岁月真诚，也指向人生哲学。她画笔下的小动物天真可爱，只要看一眼就会被吸引。但谁又能想到，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经历过贫寒、战乱、10年浩劫，一半人生可以用坎坷艰难来形容。但在他的作品中，最想表达的仍然是美好和快乐。这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弥足珍贵。